这是所有成年人必看的一部爱情电影。虽说韩国爱情片冠出神作，但这一部上映近20年依旧稳居 C 位，而且它具有韩国爱情片的一贯魔力，极其狗血俗套，但就是能赚足观众的眼泪。没看过的人今天一定要补上我脑中的橡皮擦。富家女和有妇之夫私奔，可在车站等了一夜，对方也没来，她被甩了。女孩带着哭花的眼妆买了一瓶可乐，却忘记带走了。她刚返回门口，就看到一个男人拿着她的可乐，当着她的面打开喝。女孩一把夺过可乐，吨全喝了，还挑衅的打了一个饱嗝。男人只是看着，什么也没有说。女孩这才满意的离开。可一上公交，女孩才发现自己把钱包也落在便利店了。怪不得那个小偷一点也不生气。女孩匆匆赶回便利店，没想到店员却拿出一个钱包、一瓶可乐。刚才那瓶可乐是男人自己掏钱买的。女孩好尴尬，但也只能这样了。她灰溜溜回到家，剪短头发，重新生活。没想到这一天她的客户遇到了麻烦，她只能打电话给爸爸求助。她爸开着建筑公司，立刻派了手下来摆平。可女孩一看来人，傻眼了，这居然就是被自己抢了可乐的人。男人还是没说话，直接抡起大锤子一顿砸，麻烦就这么解决了。女孩跑到外面买了一瓶可乐，还没想好怎么和男人道歉，男人就出来了。女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扑通扑通的跳，满脑子都是刚才的画面。没想到男人又出现了，还问女孩怎么回家。女孩紧张的嘴都瓢了。아니 저 택시 타고 가는。男孩这才坐上自己的车，没想到女孩招手打车时，包居然被飞车党给抢了。男人眼睁睁看着，并没有动，只不过。最终，女孩还是坐上了男人的车，两个人愉快地聊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女孩上班前特意穿了好看的衣服，还化了美美的妆。可惜，男人今天并没有来。女孩鼓起勇气去了爸爸的公司，可真当男人出现，她却紧张地拔腿就跑。不得已，她只能喊来自己的小姐妹壮胆。她刻意走过男人吃饭的路边摊，假装不经意，但其实非常明显地转过了头。우연히 여기 지나가다가 약속이 있는데。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两人有戏。男人一直没怎么说话，却大胆地抓住了女孩的手，直接给了她一杯酒。注意看，这是韩国爱情片里最经典的一幕撩妹名场面。 이거 마시면 우리 사귀는 거다. 안 마시면? 볼일 없는 거지.当然了，脸没有郑宇盛那么帅的千万不要学，小心被打哦。就这样，富家女和爸爸公司的小职员偷偷摸摸谈起了恋爱。爸爸眼看着女儿越来越容光焕发，问起她的感情生活，可女孩却撒谎了。男友正在备考建筑师证，她决定等男友考下证书再见父母。女孩还特意为男友做了西服。朋友抱怨：“야 김수진, 우리가 돈 줄 테니까 그냥 사면 안 되냐？” 可女孩却笑得甜蜜。 그래, 재밌잖아。이러면서 우정도 돈독해지고 그러는 거야。 考试这天，女孩看着男友穿着自己亲手做的西服，欢喜从心里溢到了脸上，就连等待考试结束的漫长时间都欢喜的原地转圈圈。然而，等男友顺利考下证书，却直言自己没有和女孩见父母的打算。 사랑하는 사람과 결혼해서 행복한 가정을 꿈꾸는 게 그게 잘못이야? 넌 너무 자신만만해. 내 인생이 얼마나 무서운지 아냐? 우리가 결혼한다고 쳐. 정말 행복할 수 있을까? 可最终，男人还是打扮一新，孤零零一人出现在女孩的家宴上。所有人挑剔地打量着男人，在他们眼中，男人根本配不上女孩。男人还在强颜欢笑讨好他们，女孩却受不了，跌跌撞撞跑去了卫生间。但很快一声惊呼，她晕倒在了院子中。消息一传来，男人疯一样的跑了出去，反应只慢一拍的父亲若有所思。随后，男人更是一把抱起女孩，飞奔着上楼梯，其他空着手的人也被远远甩在身后。就是在这个瞬间，爸爸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也是他这一生最英明的一个决定，不是同意让女儿和男人谈恋爱，而是同意他们结婚。没多久，女孩穿着美丽的婚纱嫁给了心爱的男人，他们的爱情故事美好的就像是一个童话。婚后，在爸爸的提携下，男人的事业也越来越顺利，甚至他还拿下了一个大客户，可以把自己的设计理念变为现实了。
一切都在越来越好。男人和妻子承诺会为他建造一所最美的房子。每到闲暇，男人就开始亲手制作房子的零件。他最先制作的是窗户。这一天，一扇窗户雕刻完成了，男人要带妻子去见自己最重要的人。 9살 땐가 처음 망치를 쥐어줬는데 어찌나 무겁던지. 하여간 저 노인네 아니었으면 이렇게 대패밥 먹고 살지도 않았을 텐데. 아, 저 왼수. 可等妻子见到了木匠师傅，没想到木匠师傅开口就是责骂。 야, 이 미친놈아. 뭐하러 결혼 다 하고 찾아와? 야, 이놈아. 넌 밑 다 닦고 똥누냐? 妻子还以为木匠师傅只是脾气躁，可他看着木窗更是各种挑剔，批得一无是处。 이건 너무 깊이 팠지 않아? 이게 뭐야, 이 자식아? 男人很难过，借口走开了。很容易想到丈夫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妻子赶紧换了话题，给老人夹菜，没想到老人却冒出了这样一句话： 아니, 자네 치엠이 말이야. 철수엠이 만나봤어? 아니요? 아니, 철수가 인사 안 지켜? 아직도 화가 나 있나? 좀 봐주지. 什么？自己竟然还有一个婆婆？丈夫不是说她是孤儿吗？富家女被渣男抛弃，下嫁了号称无父无母的穷小子。可这一天却发现自己原来还有一个婆婆。婆婆多年前抛夫弃子，现在一听说儿子娶了有钱媳妇儿，立刻上门要钱还债。 야, 그 돈은 나 혼자 잘 먹고 잘 살자고 끌었은 줄 알아? 丈夫冷脸赶走了她，可心软的富家女不但让丈夫给钱，还想让丈夫原谅婆婆，给她养老。 용서는 있잖아. 힘든 게 아니야. 용서는 마음속에 방 한 칸만 내주면 되는 거야. 진짜 목수는 자기 마음의 집을 잘 짓는 사람이래. 근데 자기는 그 소중한 마음의 집을 그렇게 미워하는 엄마한테 안방 부엌방 다 내주고. 没想到一向待富家女温柔的丈夫勃然大怒，推搡之间，富家女差点摔倒，丈夫也满手的血。富家女委屈的哭了，可丈夫没有道歉，而是愤怒的大喊： 내가 왜 안 우는 줄 알아? 그날 다 울었어. 그 여자가 이 노인네한테 갖다 맡기던 날 밤새 목도제를 먹자고. 富家女继续流泪看着丈夫，这一次全是心疼。她突然懂了丈夫温柔沉默背后一颗千疮百孔的心。可是富家女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。 우리 결혼도 그렇게 쉽게 허락하셨던 거야. 왠지 알아? 용서란 미움에게 방 한 칸만 내주면 되는 거니까. 妻子的支持和爱给了男人莫大的勇气。他知道，唯有面对和原谅，自己才能用一颗放下仇恨、满是爱的心，继续接下来的人生，有妻子和孩子的人生。男人用自己所有的积蓄给母亲还完了外债，还去监狱里看他最后一面。母亲继续用难听的话攻击男人，可男人只是静静看着，心里释然而哀伤。从此，他将会放下过往，用一颗心全然去爱。可是妻子却突然生病了，最开始还只是忘了给他带菜，只带2份白米饭。后来走在路上，突然就不记得自己，也不记得回家的路。再然后，他和前女友亲昵的撒娇半天，突然想起自己结婚了。 알츠하이머 병에 걸렸어. 아이 정못 믿겠으면 딴 병원으로 가보시오. 아름 말을 해줘야 본인도 마음의 준비를 할 거 아니요? 丈夫被医生的态度激怒，上去就要打人，可护士却拦住了他。 우리 박사님도 사모님을 이 병으로 잃으셨어요. 한평생 알츠하이머만 연구하신 분이랑. 받아들일 건 받아들여야지. 그걸 어떻게 알아? 丈夫离开医院，看到了正在家门口绝望哭泣的妻子。妻子要和他离婚，可丈夫却告诉他： 다 나한테 맡겨. 응? 내가 네 기억이고 네 마음이야. 承诺容易，但病魔无情。妻子越来越严重，天天待在家里，可前男友却找上门还东西。妻子看到前男友的瞬间，记忆回到了还没和他分手之前，亲昵的让他进门，而这一幕却被下班回家的丈夫看见，又抓着前男友愤怒的追他。妻子站在一旁迷惘的看着，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直到妻子娘家人来了，妻子也摔倒昏迷。更令人心碎的一幕发生了。丈夫冲过去把妻子带上台阶，脱下衣服给她擦拭，而妻子还是懵懂地问：“你怎么受伤了？”她的病越来越严重，为了不让丈夫和家人看见最难堪的一幕，她偷偷地走了。等到丈夫费尽心机找到她，她早已忘记了一切，但还是固执地画着一副看不清面容的肖像。她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画的人就在自己眼前，只是奇怪地问对方：“
왜 오세요? 丈夫戴着墨镜，像第一次见到她那样自我介绍。随后，丈夫把她带到一个便利店。好奇怪啊，这个便利店的人都好熟悉，就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。女人望着这些陌生而熟悉的面容，不知为什么又想哭又想笑，这都是被她忘记的家人啊。阿兹海默症也许暂时还不可治愈，但在家人和爱人身边，生活也会一直幸福下去。